值得注意的是，下周美国高层官员将展开一连串的亚洲外交接触之旅。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等将先后访问日韩两国，这也是两人就职后的首次外访。根据日程安排，两人将于周一抵达日本，逗留至周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除了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会谈外，两国外长、防长预计将于周二召开2+2会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认为，拜登政府提出了将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的方针，因此与日本展开合作对美国而言是重中之重。日本不仅拥有美军在印太地区最大驻军基地，而且也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按照美国政府高官的说法，让全世界看到美日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会谈将会稳定美国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心态。但共同社早前的分析则表示，日本政府将通过与两人的磋商，力争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华政策。警惕中国动向的日本政府期待与展示对华强硬姿态的拜登政府推进合作，但也可以看出存在过分亦步亦趋或引起中国不满的担忧。日本似乎将一边意识中方视线，一边开展日美磋商。美日在对华问题上确实既有这个共识，也有分歧，即便是这个旁观者都很清楚，那么双方之间和中国密切的这个经济关系以及一些分歧，这是不同程度的。所以说有共识也有温差，那么步调不一致，将来应该说也会不断的出现。不过美日之间急需解决的难题也不少。目前日本正在加大对军事投入，但在 F-15战机的升级事宜上，近期却卡在了资金问题上。作为初期费用，日本政府从2019年度起的2年间已编列802亿日元的经费。然而去年美方出示了大大超过预料的约2400亿日元的初期费用，日方对此表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日本防卫省官员透露，在美日2+2会议上，日方将要求美方减少 F-15战机改装项目的费用。2+2这个会议机制应该说是美日同盟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沟通协调机制，主要是在政治安全外交上加强这个美日之间的协调。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也很重视这种联盟关系，那么此次这个美日率先进行这样一个2+会谈，应该说是对双方之间如何去巩固联盟关系的一系列事情，比如说海洋安全，比如说这个印太战略，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等等，应该说都会有一些这个沟通。在结束日本的访问之后，布林肯与奥斯汀的亚洲第2站将是韩国，预计双方将就朝核、美日韩同盟、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主要问题进行密切磋商。外界注意到，近日拜登政府称对朝政策评估工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因此美方此次将就朝鲜问题阐明何种立场备受关注。美朝之间已经1年多没有进行积极对话了。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日前透露，拜登政府自2月中开始试图秘密接触朝鲜政府，但至今未获回应。该官员周六告诉路透社，白宫试图通过数个外交途径接触平壤，包括朝鲜联合国使团，但均未获回应。美朝之间的沟通在去年以来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方面认为美国在契合问题上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美国政府应该是有序的先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之后等时机条件成熟再签订所谓的停战协议或者所谓的和平协议。那么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美朝以美韩在对朝问题上那个步调并不一致。此外，驻韩美军的军费分摊问题也是两国绕不开的话题。韩国外交部7号宣布，第9轮驻韩美军费用分摊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美韩将在各自国内报告程序结束后公布相关内容并草签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个消息源报道，美韩可能就上调13%的分摊方案达成多年期协议，协议还可能包括韩方增加国防预算并采购特定军火等内容。韩国大幅提升美国驻军分摊费用，被外界认为是向美国服软。韩国之所以付出高昂的费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并没有减轻，而且这次的这样一个防务协定相对而有这样一个军费的增加的幅度和此前的特朗普政府的狮子大开口相比，应该说韩国他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韩国为自己的安全在买单。
此外，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结束日韩行程后，还会单独访问印度。军事安全合作一直是美印关系的重点，也是两国高层分歧最小、投入最大的领域。去年，美印2+2会谈完成两国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签署后，两军已正式开始启动地理情报信息共享。不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分析认为，由于拜登当局一直都没有明确自己的印太战略，所以印度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4国联盟。奥斯汀这次访问印度，就是为了亲自游说莫迪，让其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添砖加瓦。俄罗斯专家认为，印度不轻易做出选择才是最明智的决定，一旦他们偏向一方，其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据法新社周日报道，就在临行前，奥斯汀又在对华撂狠话称，此次亚洲行的目标就是确保有能力对中国或任何试图与美国较量的国家构成可靠的威慑。美国除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之外，又把华为等5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国家威胁黑名单。那您是如何来看中美关系走势？对于下周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战略对话，又如何前瞻呢？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呢，中美之间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有对抗的部分，也有合作的部分，还有呢模棱两可的这个掰弯。总之呢，是在两国呀，还是在试探，在打量对方。不过呢，一个好的迹象是，中美外交高官呢即将在阿拉斯加见面，能够面对面的交流，这比隔空互怼呢就要好一些。对于美国来说呢，成本最低又能占到便宜的，莫不过呢就是政治干预，就像干预香港事务一样。这国务卿布林肯说几句话呢，能让一些中外的反中乱港分子呢喋喋不休，还能给中国呢施加一些政治压力。而最难判定的就是技术和经贸，因为呢涉及到两个国家的企业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这个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这个政策呢，就伤到了美国的企业，伤到了美国的就业率，那么引发了部分美国人的不满。拜登政府呢，把华为等5家中国企业列入通信黑名单，但是呢，美国的一家法院有裁决呀，这个暂停小米的投资禁令，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体现。但总体而言呢，拜登将继续的坚持对华技术出口实现，那么在地缘政治上呢，要继续的推行印太战略。不过呢，拜登政府正在遭遇硬核式的挑战，一呢是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至今呢没有明显的好转；二是1.9万亿这个经济纾困计划呢实施以后，需要赚到钱才能补上财政赤字，否则呢这经济就麻烦了。那么从哪儿能赚到钱呢？这当然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中国、欧盟、东北亚、东南亚都是美国的优先地区。好了，当经济这一最重要的选项摆在拜登政府的桌面上的时候，他该知道呢如何面对中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我想呢，这个中美官员呢在阿拉斯加会晤以后，我们呢会得到一些有关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线索。我个人呢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非敌非友，有些事情上呢恐怕呀是不得不合作。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